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讲解这个羽毛动画的制作以及这个渲染。上节课我们讲到了通过将主轴的 Curve View 属性传递到羽毛上面来，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得到的这个 Curve View 属性，让它做一个更为精确的调整。你比如说，我们在选择这个底下这份区域往下走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到这个得到的这个 Curve View 属性。你看，我们可以精确的选到羽毛。它就不会跟那个通过 bbox 得到的 mask 那么笼统。这个地方选到 Curve View， 你看就比较精确，就这些红色的以及中间有这个中间值的这个羽毛。这个地方我就不调了。然后我们先来讲解一下这个动画。动画的话，这个羽毛首先它是从空中落下来，然后再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得到的这个羽毛往上移动。往上移动之前，我给了一个band，操作一下，回车，按一下这个 N， 它默认是朝这个方向，我们换一下，给点幅度，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transform 把它移动到空中，小一点。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个羽毛变成一个可以替代模拟的物体，然后通过这个替代模拟物体的运动，最后再映射到这个原始的羽毛上。然后该怎么做呢？使用一个 feather surface， 我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 shaft 也就是主轴给它缩到最小，然后现在得到的面太多了，我们使用一个新的一个老节点 resample， 把它的面数降低，差不多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模拟。模拟之前的话，需要给一个 fuse， 因为它这个叶片跟这个主轴的这个部分是分开的。然后我们使用 vellum 的布料进行模拟。好，给一个地面，将它的重力降低，提高一下它的模拟子布帧，看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叶片太软了，提高一下它的bend的 stiffness。然后我们让它的回弹稍微少一点，把这个值提高一下。这是又不够软了，我们再
降低一点，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羽毛的一个运动，它是一个先向下，然后再有一个往上的一个动画，然后动的时候它是中间给了一个力，所以我们在运动之前给它映射出中间这一块区域的属性。我们使用到 attribute adjust float， 给到一个属性叫 mask k， 使用 bounding box， 观察一下 Z 轴，选出中间这个区域，然后我们大概在它停止之后，也就是50帧之后往上走，所以我们给一个进去，给一个 pop wind， $F 大于50，给一个向上的力，大概给到一个7，看一下，选 wind 乘以我们刚刚映射出来的属性 mask k， 我们出来看一下，这个地方还是显示 bug， 我们刷新一下，它就有一个运动，差不多。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地方的话有点像这个有点像负 Z 轴的方向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映射这个区域是这边拉一点，拉一点点，反了。差不多就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缓存一下，缓存大概80的样子。这个由于它本身只有一个叶片，属性虽然很多，但实际上它内存占内存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就不做处理了。然后我们将得到的这个原始羽毛映射回，把这个运动映射回原始的羽毛。我们使用到一个新的节点叫 feather deform， 第一个连接的是原始的羽毛，这个地方连接静止的羽毛，这个地方连接运动的羽毛，把这个模式修改为 surface， 看一眼。这个运动就已经匹配上了。匹配上之后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最终的渲染。渲染的话，由于我主要还是使用 RS 渲染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些特殊的处理。当然，如果你要使用 Karma 渲染，实际上现在当前这个状态就可以进入 Karma 了。具体的使用方法可以去查看一下官方讲解那个羽毛渲染的那个课程。我们先对这个进行处理，我们需要把它变成就是叫什么解包之后的点，还是我们
前面讲过的 feather on contents， 这个时候就已经得到了。然后我之前讲嘛，就是这个羽毛的粗细以及羽毛的数量大小，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后期调整的，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是用到一个 feather resample。我们在解包之前可以调整一下它的这个数量。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给到一个450，然后把这个分段给它提高一下，我们再解包。解包之后，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的粗细，也就是位置信息已经丢失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位置信息的处理。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得到一个点组，然后将 AA 属性以及这个width宽度信息，默认就有，拿过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将它们分组 ，split， 这边是羽毛，这边是主轴羽毛的话，给一个 resample， 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个从中心根部到肩部的一个属性映射，因为它的粗细的过渡是这样，这边粗这边细，所以我们需要得到一个 curve view 属性。观察一下，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curve view 属性来做一个粗细的映射。这里我写一个 max。反向一下，你看它就有一个宽度的粗细的一个变化，稍微调整一下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再处理一下主轴的粗细变化。同样的，我写一个 vex。这边的话，由于我是渲染的时候，羽毛我是使用的是 render as hair， 所以主轴的话还是把它变成模型来处理，这样可控性比较高。所以我们需要使用到 sweep。sweep 的话，它读的粗细实际上读的是这个 p scale 这个属性，所以我们将 p scale 等于这个宽度信息。调整一下。同时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映射一下它的粗细。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分段有点问题，调整一下。合并看一下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羽毛的基本处理就已经做完了。然后我们把它分别拿出来。羽毛的话，把它变成 lerps。当你使用到这个转换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渲染成毛发的时候就不用去勾选。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勾选这个 render as
polygon hair， 我们可以把这个速度属性勾选，记得应该是有微属性的，微属性没有传递过来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地方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计算一下它的微属性。就得到一个微属性，然后我们通过得到这个微属性，勾选之后做一个运动模糊，也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方勾选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主轴，然后我们先不用管这个，做一个摄像机。修改一下焦距，给一个地面，同时我们创建一个 Matte， 把这个材质放进来。材质的话，先对上去。Shift 是主轴，主轴的话应该是这边。Barb 是羽毛。我们先给一个 Animate， 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先给一个灯光，调整一下。不对，先把 Shift 这个材质我们要上对，这个材质当前是不对的。这个粗细有点太粗了，我们先把粗细调整一下。灯光再调整一下。材质的话，我们给一个 Earth Hair。哎，这个材质反了，这个 Barb 应该是给到 Barb， 修改一下。
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材质，我们使用到之前做好的属性 AA， 将它赋予到 diffuse color 跟这个叫做反射，改一下它的颜色。我们将颜色映射一下，差不多就按照这个颜色来做吧。这个颜色怎么没过来？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颜色还没过来，调整一下。哦，没有选上。然后我们将这个复制一下，进入到这个主轴的动画，主轴使用还是映射，把这个颜色链接过来，连接到基本颜色跟它的一个 3S 颜色。3S 的话，轻微的给一点点，其他的就是一些常规。然后我发现这个中间这个主轴有点太细了，我们调一下。这个调整一下这个 Animate 的方向。注意一下这个 Animate， 它是一个调整，就是金属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 GSG 的这个是用于工作室金属，就是给金属的材质打光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用它，主要是给予它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反射效果。调一下这个灯光。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羽毛的分段，好像有点不够。它这个新版本的 RS， 这个是 RS2025.6，就是以前的话使用这个 convert 转换成LURPS， 以前转换成 LURPS 的时候，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分段问题的，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视图看的话，因为它是非常的顺滑的，但是以前进渲染的时候也是很顺滑的，但是现在好像不行了，你必须手动去增加它的分段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分段调一下。
然后我们拉一下后期看一下。再调一下这个材质，然后地面的话，我就是使用了一个使用的是一个 Bridge 里面的一个地面材质，这个东西。然后基本上的动画材质也就是这个样子，再细致的我就不调了。这节课就到这儿。